太太，一定是碧荷，她和我恨久了，所以先是剪烂我的衣服，再设计陷害我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太太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她啊！太太，求你跟二爷求情，放我出去吧，我都快被逼疯了。二爷最恨这些阴谋，如今他认定是你做的，我说的话他会相信吗？说多了，他反而会对我起疑心。等过段时间，我会想办法。你安分一点，千万不要乱说话。太太是在敷衍秋林吧？秋林现在对太太没有用了，所以太太也不管秋林的死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可太太别忘了秋林为您办的那些事儿。如果我告诉二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威胁我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弄死你，然后对二爷说你畏罪自杀？别怕，我不会杀你，因为没有必要。就算你说出来，我最惨也不过是被休了，然后我们马家就会全力打击你娘家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所以在你做蠢事之前，你最好弄清楚你受不受得了我马家的报复。这件事如果不是秋林做的，又会是谁呢？会不会像三姨太所说，是六姨太的苦肉计？我一定要查明真相。就因为见到秋林和碧荷因为一块布料相争，妹妹就出了此计。你真是越来越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想要揭穿马福芳，秋林是关键。之前秋林和太太势同水火，却忽然投向太太，可见太太一定是抓住了他的弱点，所以不将他压至谷底，他绝对不会背叛马福芳。所以只有让他走投无路，他才会听命于我。谁在外面？裁缝没有记得翠萍的样子，却只见到衣角上的绣花，所以第二天裁缝见到了立春，便立马指认了她。可是后来裁缝又不确定了。那是因为我让2个丫鬟穿了同样衣角有绣花的衣服进来。裁缝到主顾家做事，一般不敢惹是生非，不确定的事呢，就更不敢乱说。这样似是而非，更加深了2个人的怀疑，也就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。然后我再借口让钱生来看我做的新衣，刚好让他撞见了。二爷看到2个人的纷争，对之后秋林下毒之事，一定会深信不疑，所以二爷才会将秋林禁足。秋林因为陷害我而得来的好日子彻底结束。此计虽然很好，可是我在想，光是这样的话，就能让秋林背叛马福芳吗？或许不能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这只是一个开始。窗口风大，六姨太正病着，当心点儿。立春，
你有没有觉得秋灵的事迹非常奇怪？可的确是3姨太害6姨太的，那些药就是从秋兰院搜出来的。6姨太觉得哪儿不对呢？说不上哪儿不对，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秋灵此时被罚，虽然我心里觉得很爽快，可仔细想想整件事情，总觉得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，就像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。5姨太真厉害，轻轻松松就瞒过了所有的人。不，这只是暂时的，过不了多久，不管是太太还是碧荷，都会有所怀疑。论心机，他们可一点都不输给我，只不过他们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所以我才能出其不意。但是以他们的心机，是不可能不怀疑的。那放心，我已有防备。我早就得到了教训，那就是永远都不要低估你的对手。这件事的起因是那些布料，布料是大爷带回来的，所以没有可疑。我和秋灵看中的是同一批布料，这一点也不能受人控制。所有的疑点都会集中在秋林的衣服被剪烂这件事情上。柳师傅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一开始只认立春剪烂衣服，可紧接着又否认呢？其实我并没有看清那个人的样貌，我之所以只认那个丫头，是因为她衣袖上的绣花，可紧接着我发现别的丫头身上也有这种绣花，所以我就不敢确认，是不是贵妇所有的丫鬟身上都有那种绣花呢？静兰，丫鬟的衣服上都有这种绣花吗？没有啊。那就是有人在搞鬼。把那2个丫鬟给我找来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的衣服都是自己的吗？回太太的话，这衣服不是我们的，是我们在碧波院门口捡到的。看衣服还挺新的，上面绣花也很漂亮，所以才捡来穿的。立春喜欢在衣角上绣花，我早就发现了。那2个丫鬟身上的衣服是小姐让我扔到碧波院的，我看见那2个丫鬟欢天喜地地捡了回去。事发当天，我特意让人去叫那2个丫鬟，告诉他们针线坊有事情发生，让他们去看看。看似的巧合，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，以有心算无心。这样一来，太太肯定又以为碧荷在搞鬼，对她肯定是深恶痛绝。碧荷，哼，竟然又是你！可是，就算瞒得了太太，又怎能瞒得过碧荷呢？她自然知道这2件衣服不是她碧波院的呀。就算碧荷起疑心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她。什么？衣服是在我们院捡到的？是的。可是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扔衣服出去啊。太太也问过我们这些话。这次太太一定以为是我在暗中搞鬼。到底是谁要陷害我？怎么是你？那你以为是谁啊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跟二爷说，想来看看你。对呀，二爷对你是有求必应的。二爷一向最疼你了，无论你犯什么错误，他都可以原谅你。可是我只走错了一步，就万劫不复。采薇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？
所以你就陷害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愿意承认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只要你肯跟二爷说明一切，还我清白，我就可以帮你跟二爷求情，放你出去。然后我们马家就会全力打击你娘家，我会让你的娘生不如死。所以在你做蠢事之前，你最好弄清楚，你受不受得了我马家的报复。我没有什么好坦白的，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实话。而且，你清白与否有那么重要吗？二爷现在照样不是对你如珠似宝。就算我的清白不重要，可我的孩子呢？他明明就是二爷的亲骨肉，可是人人都说他是孽种，他又何其无辜？孩子，你还敢提孩子？就是你克死我的孩子的，难道我的孩子不无辜吗？你当真相信你的孩子是我克死的吗？还是你觉得如果你这么想，心里就会好受一些？我家境虽然富裕，可我从小受尽了欺辱。我本以为嫁进来就会有好日子过，可二爷根本就不喜欢我。直到我怀孕了，我才感觉到二爷对我的呵护。他每天都会来看望我，他会很温柔地对我说话，对我笑。我真的觉得好幸福。可是我的孩子没了，我知道我的幸福从那一刻也就没了。你为了守住自己的幸福，就可以随便伤害其他人。蔡薇，你走吧，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再好好想一想。钱生，听说你去看过秋林了，他怎么样？你很担心他吗？虽然秋林做错了很多事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妾室，又怀过我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在意呢？不管是傅芳、梅香、秋林，还是桂琴，都不是我可以选择的女人。我可以给他们富足的生活，却无法爱他们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他们能嫁给别人，或许会过得更开心一些。我没想过你会这么说。我也只是想想，他们既然进了我白家的门，我就要对他们负责一辈子。所以，即便是秋林做错了事情，我也无法将他赶出家门。只是，这无休无止的家宅内斗，实在是让我心烦。国难当头，他们还在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头破血流，我实在是无法理解。先生，我们女人怎么跟你们男人相比呢？男人有更广阔的天空，而女人的全部都在这后宅巴掌大的地方。视野不同，所在意的东西自然也不同。对了，
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我想呢，在咱们家找块地方修一个菊花园，你说好不好？菊花园？好啊，现在正是赏菊的时候，明天我就跟傅芳说一声，叫他安排下人去弄。这次不用麻烦太太了，我想亲自弄，我自己有很多想法。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得很好。现在我满足了你的要求，那你怎么报答我呀？这样可不够。大爷，你看呀，没想到你还会这么和我说话，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之前可能是我太过紧张了，其实只要心里无鬼，又何惧他人目光呢？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偶尔说说话又有什么不妥？你能这么想就好。看出来，钱生他真的很爱你，即便出了这样的事，他也愿意原谅你。对了，听说你们两兄弟之间最近有点不愉快，你是不是因为钱生背着你对付马国安这件事情在责怪他？他和你说的。如果你要来当和事佬就算了，这是我们兄弟间的事，你就别掺和了。我不得不管，因为钱生是因为我的请求才会瞒着你。因为之前被人陷害的事情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再相信任何人了，所以我请求钱生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并不是针对你，钱生只是在遵守对我的承诺而已。原来你是为了帮钱生才来跟我说话的，我想，钱生一直把你当成他最敬重的大哥，在他心里，你是他没有办法割舍的家人。你的误解让他感到很难过，也很愧疚。他也一直都想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。采薇，为什么到现在你还在替他着想？难道从头到尾你就没有责怪过他吗？他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你，你都忘了吗？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这些。采薇，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在乎承诺，你痛恨背叛，你真的快乐吗？我要说的说完了。采薇，采薇，给你。来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些需要修改一下，还有这里，修改好了拿过来让我签字，啊，你拿去办吧。好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大哥，来。上次那件事呢？上次的事情，采薇已经跟我说过了。这事怪不得你，是我错怪你了。采薇和你说过？怎么？难道我连和他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我很高兴他这么做，我知道他也是关心我嘛。因为之前被人陷害的事情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再相信任何人。他
他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你，你都忘了吗？采薇，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在乎承诺，你痛恨背叛。不知姐姐可找到连翘了吗？原来张妈妈找到的那个连翘，根本就不是咱们白家的连翘，只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。姐姐还未找到连翘，也不知道她赎身之后去了哪里。要是能找到她就好。六姨太，六姨太不好了，太太带着一群人过来了。什么？这些、那些，还有那些，都给我搬走。是。太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干嘛要拿走我的东西啊？哎，那个不能拿！哎，那是我的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喂，这是我的视频盒，你不能拿走！太太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不能随便拿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你错了，这些通通都是白家的东西。二爷可以给你，也可以随时收回去，拿走。是。太太，太太，你这么做我就不明白了，碧荷做错什么了吗？你们碧波院太过铺张浪费了，就连丫鬟都会将崭新的衣服扔掉，此风不可长。我作为当家太太，一定要管制。太太，那2件绣花衣根本就不是我们碧波院的，是有人扔在门口陷害我的，还请太太明察。还有，秋林那2件衣服根本就不是我捡坏的。我说过是绣花的衣服吗？我说过这件事和秋林的衣服被捡有关吗？太太，不打自招。景兰，以后碧波院的用度减半，下人也减半。是。让他们好好明白一下节俭的道理。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你不能这么做！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说的话呢？地址已经选好了，离秋兰院有一段距离。太太一点没有起疑心，花匠也请好了，那个人呐，很快就会进入白家。虽然菊花园离秋兰院有一段距离，但花匠想去菊花园，就一定会经过秋兰院。是啊，如今二爷已经准许三姨太在院子里活动了，所以总有一天啊，三姨太一定会见到那个人的。张妈妈，你说我是不是变了很多呀？现在的我，也学会了耍心机，用手段。如果爹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很失望吧？不会的，我相信啊，老爷最想见到的就是你平安。那些人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本该受到惩罚。小姐，你并没有伤害无辜之人，你没有错。吴姨太，大消息！刚才太太去了碧波院，大闹了一场。姐姐，你怎么有空过来看我？快请坐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太太也真是的，怎么这么对你啊？太太以为是我在陷害秋林，可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是谁在陷害我。是谁啊？就是梅香。是梅香在陷害我，她恨我，害她失去了管家之位。上次闹鬼的事情一定是她做出来的，可太太就是不相信我，我怎么跟她解释，她都不相信我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，我给你带了几件首饰过来，不然你整天素面朝天的，让人看了也笑话。谢谢姐姐，还是姐姐你对我最好。菊花园那边还有些事，我也不能在这久留。你空了就常去我那儿坐坐。姐姐慢走。
碧荷心思深沉，如今她怀疑姐姐，姐姐可要小心。我会怕他呀，让他放招过来。拿着，亲我一下。明月真是越来越可爱了，长得嘛也越来越像二爷，难怪二爷这么喜欢她。是啊，二爷可宠着她了，没事，只要一有时间就来看明月。而且啊，明月要什么，爹就给买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快把你给宠坏了。采薇啊，你也不要想太多，好好的把身子养好，一定能怀上他。啊！哎，对了，春晓，好吃吗？我呀，听说我们老家有个生孩子的偏方特别灵，就派人去抄了一张来。我已经找大夫瞧过了，这方子没问题，你就放心的吃。虽然说也不能保证什么，但怎么说也是个希望。让姐姐费心了。自从桂琴走了之后，这个内宅里也就能和你说说话了。虽然我曾经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，不过采薇，我是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你。姐姐，我知道的。怎么样？第一批3期已经送到了和裘老七约定的地址了。很好，没人发现吧？二爷您放心吧，我知道事情的轻重，我是以别人的名义买下了这批3期，量不大，所以不会有人察觉。也不知道裘老七那边什么时候付款，二爷既要冒着生命危险，还要贴着自己的钱，真是划不来呀。确实是赔本的生意，但是我心里痛快。二爷，二爷，这下麻烦了。反正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让你多费心。好的，大爷。哦，大爷，您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大爷，刚才老太太派人来了，说叫你回去，说是有要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我问了那人了，好像是关于您的亲事。亲事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太太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老爷向老太太提亲，说是要把秀芳小姐嫁给大爷做正室。不可能，秀芳是庶出，有什么资格做正室？不可能，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相信。消息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老爷从建安院走出来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已经是白家的当家太太，爹为什么还要将秀芳嫁给大爷？老爷，你瞒着我给秀芳定亲，还要把她嫁给钱锋。如果她生下白家长子，你要傅芳何以自处啊？傅芳生不出白家的长子，那就不让秀芳生了吗？我明白了，上次你给我办那个生日宴陈，就是给机会，为了让白老太名正言顺地相看秀芳。傅芳不能生下儿子，你现在又跟钱生决裂，所以你要扶持钱锋，来达到你的目的，所以你才要把秀芳嫁给钱锋，对吗？聪明，现在你明白了啊？你给我听着，好好的替秀芳办嫁妆，不能逊于傅芳的。选定日子，就让他们定亲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这么做呀！你帮着钱锋夺了钱生的当家之位，你让傅芳以后怎么面对钱生？傅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傅芳她怎么活呀？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老爷！就是因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才锦衣玉食的养了她那么久。在她身上，
我付出了多少的代价？我得到什么报酬？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有用吗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生不出孩子不是他的错，他已经够可怜的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踩他一脚了，老爷，老爷。你呀，不好好把嫁妆办好，有半点差错，我不止踩他一脚，我一脚把你踢出马家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啊！娘，您要我娶傅芳的妹妹？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了。娘，即使是这样，我们当地那么多的未婚女子，为什么非得是傅芳的妹妹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的关系弄得这么复杂？娘，马老爷的为人您是知道的，他可是杀害黄管事的凶手啊！你有证据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可是你现在要娶的是秀芳，秀芳又没有杀人呢。行了，娘，您就说实话吧。我知道您不会无缘无故答应这门亲事的。只要你答应娶秀芳，马国安就决定帮你夺回你的当家之位。说了半天，您还跟我提这件事啊？因为这件事情我从来就没有放弃。这个当家之位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你的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帮你夺回来。二爷，您看，本来仓库里的存货刚好应付订单，但是我刚刚得知，大爷回来后接了一张订单，人家现在来提货，可咱们哪还有货给人家？不能和客户商量一下？我已经商谈过了，对方态度坚决，要么交货，要么赔双倍的定金。人家可是预付了30%定金呢，这不是一笔小钱呐。有看到我大哥吗？哦，我看见大爷回去了。先不要着急，等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。哎，马国安这个人阴险狠毒，根本不值得信任。他不会做亏本买卖的。他现在舍弃前生来支持我，一定是有他的目的。你与他合作，等于是与虎谋皮，一定得不偿失。哼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马国安的为人吗？他觊觎我们白家的财产已经很久了。他当初入股，把傅芳嫁到我们家，就没安好心。现在，他又想故技重施。哼，他当我们白家都是傻子。那你既然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呀？他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他想让他的女儿顺利地生下儿子，成为继承人，顺理成章地拿到我们白家的一切。我偏偏就不让他如意。我能让傅芳进门5年都没有生育，同样的，我也能让秀芳一辈子都生不下孩子。娘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傅芳不孕是因为娘？哼，打从她进门的第1天开始，我就在她的饮食里下药。这种药是我们娘家的独传秘方，无色无味，任谁都查不出来。所以前方，你就放心地娶秀芳回来吧。等秀芳进了门，我也会如法炮制。到时候，马国安就会空欢喜一场。你放心，你娶了秀芳，他成不了威胁的。等我利用马国安帮你夺回了你的当家之位之后，
到时候再好好的想办法对付他。如果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还是不喜欢秀芳，我就会以秀芳不能生育为名帮你纳妾。你想纳多少个都没问题。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付芳？如果我不这么做，白家的药厂可能早就没有了。娘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白家的百年基业，我这么做有错吗？可这么做对傅芳不公平啊！我不要做这个当家，我也不要娶秀芳。你，前锋，前锋！二爷，哎，大哥，哎，见到你正好，我有事要找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你最近接的那张单子。你看看他那个眼神，好像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。我这还不是为了白家，我还不都是为了他？对傅芳不公道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什么事情是公道的？我的丈夫为了一个丫鬟，几年都没有进我的房门，我又何尝有什么公道？要不是我会策划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傅芳精明能干，这几年要不是我死死地压着她，她会把我这个老太太放在眼里吗？老太太，您不用自责，您那么做也是被逼的呀。是啊，能做善人，谁又想造孽呢？我要是不对傅芳下手，遭殃的人就是我呀。那可是大爷现在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怎么办呢？这件事情由不得他。这件事情怪不得我，我签约之前查过库房记录，确实是有不少存货的。那是因为有一个大客户延迟提货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是我疏忽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及时补救的。我并非责怪大哥的意思，我知道大哥你也是为药厂着想，可是如今局势混乱，三七紧俏，我派人问了很多同行，这个时候大多数都说没有存货。不是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大哥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你不用说了，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承担，你放心，不会让药厂受损失的。哎，小姐，你看见吗？就是他。我们走。看上去和三七很像，但是行家一看就知道不是。你什么意思？只有稍微一加工，鱼目混珠，而且这下好多货源呢，可以rend在3期里一起交货。你叫我卖假药？轻声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，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
草碧连天，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只为那